叔叔你好，叔叔，你好，你好，还是您是来自哪里啊？我来自深圳蛇口，广东的，啊，哦，来这儿多长时间了？来了有3周了。3个周。对，今年多大岁数啊？今年刚刚过完65周岁的生日，在是圣泉幸福家园那个叫生日派对上过的，过啊，得很您和开心。阿姨，您和阿姨两个人一块儿来的。对对对对。嗯，您今年65岁，属于刚退休没几年。对。您退休之后，您的和阿姨这个退休的生活是怎么个样子的？我在退休之前呢，就曾经做过一个设想，嗯趁着退休有时间又有精力，到全国100个县呢去住一住。嗯当时呢想得很好。退下以后呢，我就跟老伴儿把车改成了船车，自驾沿着中国的边境线，一路走呢，一路绕了一圈了。那么从南方、北方一路在寻找一个为后面养老做准备的一个基地，是吧？嗯这个一圈转过来以后呢，今年7月份我们去新疆，在南疆待了1个多礼拜呢，正好赶上了乌鲁木齐的疫情，嗯没办法，我们就从北疆哈密那边出疆，沿着内蒙古的额济纳旗，然后到巴彦淖尔，到宁夏的银川，还有到了陕西的延安、南泥湾、西安。那么一路上看视频，就看到了我们很多介绍这个圣泉养老的这些视频，是吧？我们就想呢，虽然以前没来过这个地方，但是我知道山东的这个胶东半岛它的气候很好。去年我们从东北边境线过来的时候呢，当时就想到这儿来看。嗯由于对这个情况呢不是太了解，加上家里面还是有点事儿要处理，所以呢，就是今年我们从新疆回来的途中，王安就说呢，一定要到这个荣成这边来看一看。是一路走过来做比较的。我这个退休以后做的是旅居的生活，自驾旅居。那么我的目标呢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走遍全国的南北、东西南北，要寻找一个适合于旅居养老的地方。您这是来的第一天就准备常住在这儿？是第一天还没有，大概有将近1个礼拜吧。你像您是几个孩子？我2个孩子，两个孩子，双胞胎，2个啊，儿子，双胞胎。他们也是不在身边吗？现在？因为他们在海外，所以呢，也靠不上他们，所以养老呢，这项养老要靠我们自己了。你看您和阿姨上这边来住的话，您儿子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当时工作人员呢，确实是需要子女同意，我们就就是用微信的这个视频联系了我海外的儿子，他们都很支持，因为他们也知道，那么远，你也没办法能够照顾我们，是吧？所以能够寻找到一个既能够有护理，又能够解决吃饭问题，还能够解决娱乐问题，也就是我们这个圣贤讲的老有所养，学有所养。那么这样的话，这样的一个地方对于养老来说还是很适合的。你像您来了，这是刚刚说的是3个周，是不是？3周时间。3个周时间，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入住感受啊？这个我来了以后呢，碰到了一些以前在这入住的一些老的入住人员，还有到这儿来参观的临时体验的一些人员。他们知道我是深圳来的，问的我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深圳这么好的地方，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我认真的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我也问自己，你选择圣泉在这儿养老的理由到底是什么？我细想了一下，应该说是大家共同的感受是3点。第一点呢，就是这儿的气候，就是环境和气候。
以前也就来过，是吧？因为我们好几个学校的老师，他在威海也买了房子了，我都听他们介绍过。胶东半岛这个地方的这个气候和环境因素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有很多包括西安这样的这个内陆地方呢，它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气候，比如说河南的秦岭一带但是它没有胶东半岛这一片没有污染的这么一个好环境。这是这个胶东半岛最大的一个卖点这是也是我们来选择在这儿养老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这个盛全集团做养老事业我是仔细的了解了一下，我发现呢，这个邱董这个人呢，他还真是一个有爱心的、真抓实干的、有理想的这么一个民营企业家。他把这个养老事业呢，不是当做产业来做是当做事业来做，是为这个老人的实际问题不断的去积累经验，逐步的解决，所以才营造了这么一个适合老年人在这儿养老的一个环境。所以这是我吸引我的第二个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在12楼那个地方的老龄大学，就是软件的这一块是吧，也搞得很好。我刚来几天，我仔细观察了一下，每天早晚固定时间的这种叫早操晚操是吧？就把老年人呢组织起来，让他们规律性的做各种各样力所能及的活动包括我有一次看到还有轮椅操是吧？这个确实对于我们这些这个年纪稍大一点的这个老年人呢，他的这个康复和提高生活质量，确实都是有实实在在的帮助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从工作人员到我们的这个组织者、管理者，他们把这个孝爱文化融入到了自己的这个实际行动之中这一点呢，我觉得做的还是可圈可点，是吧？我也接触到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老人，我就问了，我说你们选择在这个地方让你们体会最深的是什么呀？他说这样的工作人员比我们的子女待我们都好是吧？我说你说的是真心的话，还是你的这个为了赞扬这个圣贤他说是真的那么我体验一下来发现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确实是很关心我们的这些老人特别是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好了，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关注我，了解更多。